男人的终极幻想观无非香车美人豪宅。俗话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对侯默而言，家里的老沙发足以媲美豪宅。在他眼里，马姬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醉人到中年，家庭幸福美满的老默，终极幻想只剩下香车这一关。世上豪车千千万，侯默独爱兰博基尼。每天上班摸鱼时，他都在做白日梦，幻想着他和兰博基尼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一脚油门踩到底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那些自命不凡的人，被其他车撞了都得挣扎着爬起来，在风里等他的兰博基尼。这辆爱车会让他如风儿一般，一下班就飞回家，从此告别早晚高峰。不知赌壳为何物。通常情况下，白日梦做的再多也不会成真，但侯默岂非寻常人可比？他可是天选之子，气运加身。这一天，他用笔挺的西装藏起大肚腩，告别了床和沙发，拖家带口，骑着果篮去拜访一位新搬来的邻居。此行侯默其实老大不愿意，是满级执意前往。虽然他们家有不少老邻居，但这些人不是招惹了他们，就是被他们招惹了。为了扩宽交际面，马姬决心结识新邻居，和他们搞好关系。两家人刚见面，巴特的大白屁股就给新邻居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。新邻居家成员如下：男主人塞尔，女主人安妮，小儿子休伯特。他们从大城市搬过来后，声称受够了所有的城里人，想和实在的乡下人在一起，因此便邀顺天镇的名流塞尔跟侯默一见一步，礼貌地递上名片。原来他是个有钱人，开了一家 4S 店。侯默一瞧两眼放光，这位新邻居就是他幻想中的引路人啊！马姬提醒侯默别犯糊涂，就咱们家这条件是买不起兰博基尼的，最多给他买个方向盘顾手瘾。望着侯默失望的眼神，塞尔非常热情地提议不买可以试驾嘛，咱也不是小气的人。侯默一听两眼放光，握住塞尔的手就舍不得放开。塞尔吐槽说：“哟，小手还挺有劲儿嘛。”侯默哈哈一笑，这都是他掐儿子的脖子练出来的。不过时代变了，他现在每次都只是佯装要掐，实际上不会出手，果然要被人骂家暴的。塞尔很想和侯默深入交往，于是邀请他周末去打匹克球。侯默对打球兴趣不大，但塞尔要开兰博基尼来接他，还请客吃冰淇淋。侯默笑得像一朵兰花，这朋友招的真直啊！不仅塞尔对侯默感兴趣，安妮也积极的和马姬交朋友，要带他去按摩店。来而不往非一夜，于是侯默好心提醒塞尔，顺天镇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只有一位恶灵，千万要注意。内德长叹一声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呀！”顺天小学为了减少校园霸凌事件，定期组织学生上4年体育课，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。等你事业有为、有钱有势时，就可以肆意践踏穷人了。现在不发奋图强，以后就会被人踩在脚下，翻不了身。知名校霸尼尔森深受启发，若要比学习，他一辈子也比不过书呆子们。既然长大了要被他们践踏，他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？先把书呆子们霸凌的退学，毁掉他们的前途。找到了理想方向，就有了脚踏实地的动力。尼尔森变本加厉，上欺校长，下踩同学，在春田小学横行霸道，变得越来越坏，成为春田一派。丽莎见状忍不了了，她用自己的方法打败尼尔森，为学校扫除一害。如果光比拳头硬，他肯定比不过尼尔森，所以要智取。另一边，侯默破天荒陪别人打了1上午球，差点没累死过去了。塞尔不仅不嫌弃他，还夸他真是不做作，是值得交的朋友。塞尔是干销售的，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，谁戴着面具是没戴面具，他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侯默觉得塞尔猛吹他的彩虹屁，该不会是想推销豪车吧？那他只能让新邻居失望了，自己真的有心无力买不起。塞尔哈哈一笑，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，他将车钥匙拱手奉上，又让侯默好好过一把瘾。侯默大喜过望，这一天他从娘胎里就开始等了呀。朝思暮想的兰博基尼，他的心肝，他的梦，头臀之大，豪车装不下。塞尔用行动证明，任何感情的磨合都需要润滑油。油门一踩，方向盘一握，侯默感觉自己变了，不再是追梦的屌丝，而是叱咤海滨公路的兰博男人。为什么新邻居对自己这么好？侯默隐隐不安。塞尔抚其背说：“没有阴谋，没有谎言，没有诡计，这是真心换真心。你相不相信友谊的魔法？”侯默点头如捣蒜。但塞尔话锋一转，表示 best friend 这个位置竞争可是很激烈的哟。侯默一听这话急了，从被讨好者不知不觉变成了讨好者。为了保住兰博男人的身份，他跟塞尔签订了一份友谊合同。马姬跟安妮的相处也很愉快，大有要当知心闺蜜的架势。两对夫妻经常开着兰博基尼飙车，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绕路的。侯默和马姬的美梦被凌晨5点的施工队吵醒了。塞尔家开始搞装修，还不是小改造，而是大刀阔斧的重建。施工队扰了民，还到哪里爬？谴责抗议的邻居们打扰他们工作。施工队干得如此霸道，全赖侯默签订的那份合同。他不是什么友谊合同，而是同意塞尔对住宅进行大维修的让权书。侯默一拍脑门，中计了。他跑去找塞尔理论，塞尔把车钥匙往他手里一塞，说：“兄弟，你别客气了，这兰博男人你想当多久都行，邻居之间不就该互帮互助吗？”侯默说不出话来了。有了兰博基尼，可以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。就在侯默夫妻俩妥协时，春田小学爆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丽莎换着推特挖出尼尔森的大量黑料。
比如他表面上威风凛凛，其实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看似心如铁石，其实会因为鸟儿没有爸爸而难过，也会为了死去的宠物流泪。那些不会害怕一个内心脆弱的小把，只会可怜他。尼尔森被摘下了面具，一败涂地，只能跪下给巴特当狗。巴特扬眉吐气了，对尼尔森颐指气使，隐隐有当新校霸的趋势。他让尼尔森脱下象征权力的无袖衫，结果发现尼尔森的 T 恤是挂在身上的。巴特很嫌弃这条可怜虫。没过几天，毕恭毕敬的尼尔森忽然翻脸，他找来了自己的黑客，把丽莎上传到网上的东西全下了。丽莎指着休伯特的鼻子骂，说他背叛了书呆子阵营。休伯特无奈一笑，不是他要投敌，实在是尼尔森把他的脸塞进马桶的操作太有说服力了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丽莎和休伯特互相宣战，要在黑客领域拼个输赢。他们从早拼到晚，简直废寝忘食。尼尔森和巴特在旁苦等，感叹书呆子的世界太无聊了。于是两人化敌为友，一起玩抽头板去了。另一边，红魔和马基发现塞尔一家越来越过分，修个房子完全不顾及邻居，废砖废瓦往辛普森家后院乱倒，大耗子拔地而起，挡住了邻居家的采光。空巢的排风狗天天给红魔一家刮7节热风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红魔给塞尔打电话，想说拿着你的兰博基尼快滚。塞尔早算到了这一手，已经和老婆飞去夏威夷度长假了，房子修好前绝不会回来。红魔和马基无计可施，只能坐在后院做孽，为了长寿性命，一度产生了放火烧房的念头。最后丽莎和休伯特牵手出现，他们在网上拼杀过程中居然互相拼出了感情。休伯特得知爸妈干的好事后，决定帮新朋友一把。他发现辛普森家坐落的这条街位于杰贝迪亚建立春田镇的地方，属于历史地标，按照法律规定不允许翻修。红魔反败为胜，他识破了兰博男人的谎言，那不过是一群有钱人，企图用物质标榜自己，损着内在而已。你看那对在夕阳下推抛锚老爷车的夫妻，他们好像幸福得很呢。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第35、第3季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迷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丁，我们再见。